女孩不顾家人的反对，爱上了一个身份高贵的公爵之子贝勒西斯。就在贝勒西斯带兵出征之际，女孩发现自己有了身孕，眼见事情无法再隐瞒，女孩不得不向母亲安妮夫人坦白了一切。在那个女孩的清白比命还重要的年代，未婚先孕会让他们的家族蒙羞，甚至会影响到父亲的生意。安妮夫人只好将女儿送往伦敦待产。然而就在几个月后，女孩的父亲带回来一个噩耗，那就是贝勒西斯不幸战死了沙场。女孩因悲伤过度，当晚就有了早产的迹象。经过一天一夜的疼痛后，她生下一个健康的男婴，但由于失血过多，巧合的是，在这里她遇见了贝勒西斯的母亲公爵夫人。交谈期间，公爵夫人仍旧沉浸在痛失独子的伤痛之中。安妮夫人十分的感同身受，想到自己失去女儿后还有儿子陪伴在他们的身边，可公爵夫人和她的丈夫一直孤苦伶仃地生活着。安妮夫人瞬间动了恻隐之心，回到家，她心不在焉地和家人就餐，潦草地应付着儿子儿媳的问话。就在儿媳质问母亲去见了全城最高贵的公爵夫人，为何不带上她时，安妮夫人的丈夫一惊。睡前，安妮夫人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丈夫，但思量几天后，安妮夫人还是瞒着丈夫，给公爵夫人写了一封见面信。公爵夫人盛情邀请了她，在全伦敦最贵的地段，安妮夫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公爵家一处豪华气派住所前。直到上了楼梯，她仍旧在纠结这样的做法是否正确。在公爵夫人面前，安妮夫人将他们还有一个孙子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事实全部说了出来。不想公爵夫人认为她的儿子品德高尚，并不会做出诱骗少女之事。她突然怀疑起安妮夫人居心叵测。安妮夫人是在基于他们家庞大的家产，她毫不留情面地将安妮夫人赶出了豪宅。安妮夫人为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但公爵夫人和她的丈夫时常为没有接班人而感到愁闷。其原因是公爵的弟弟和他的儿子时常不请自来到他的庄园，但每次他们前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停地向公爵索取钱财。公爵深知弟弟和侄子约翰整天游手好闲，多年的赌博早已将他们的家产挥霍光，但姐姐劝说着公爵让自己的弟弟衣衫褴褛，这样也并不合适。约翰不久后也要继承数百的家产，为此约翰还攀上了一大户人家的女儿玛利亚。为了维护家族的身份，他们的开销非常的大。无奈之下，公爵只好再次妥协。另一边的安妮夫人的丈夫看见妻子闷闷不乐的样子，他送给安妮夫人一张园艺参观票，让她出门散散心。隔天当安妮夫人正在园林参观时，不想再次遇到了公爵夫人。这一次，公爵夫人放下了傲慢，并诚恳为上一次的无礼道了歉。她主动询问起关于那个被丢弃的孙子的去向。多年来，在安妮夫人丈夫的秘密帮助下，这个名叫查尔斯的年轻人健康长大，他阳光积极向上，并没有受到贫困的生长环境影响。26岁的他开了一家棉花收购公司。这天他刚到办公室，就看见一个陌生的老夫人早已等在办公室。当公爵夫人回头的瞬间，他仿佛看到了自己死去的儿子。这个长相像极了贝勒西斯的男孩，毋庸置疑就是他要寻找的孙子。公爵夫人询问了查尔斯的一些家庭情况，很显然养父养母将他身世的秘密保守得特别好。查尔斯并不知道自己是一个遗落在人间的贵公子。公爵夫人称他会在生意上协助他，但他希望下周二公爵家的聚会能看到查尔斯的身影。查尔斯十分的诧异，一个陌生的老太太为何如此的看得起他这个小人物。同时安妮夫人也收到了公爵家聚会的邀请，她的儿媳听说后极力要求安妮夫人带着她一同出席。周二那天，安妮夫人一家都到达了聚会现场。虽然疑惑，但为了生意着想，查尔斯也如约到达。当公爵夫人将查尔斯带到安妮夫人和丈夫面前时，安妮夫人的丈夫惊讶到酒杯掉落。查尔斯不知道的是，眼前的4位老人分别是他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但当时的法律规定，没有职业牧师的见证，以及没有婚书非婚生下的私生子，并没有继承家业的权利。为此，公爵夫人并没有将这个天大的秘密告诉自己的丈夫。整个宴会现场，安妮夫人都在热情地拉着查尔斯面见各个领域的商界大佬们。然而安妮夫人的儿媳是第一次参加如此高端的聚会，在听说约翰是公爵唯一的继承人后，她的目光全程无法从约翰的身上移开。两个生性放荡的人在餐桌上便开始眉目传情，哪怕约翰的未婚妻玛利亚就坐在他们的旁边。玛利亚并不喜欢这样的场合，席间她偷偷跑到院子里想要透透气，不想随后也出来透气的查尔斯和她一见如故地畅聊了起来。玛利亚具有新时代女性独立的人格魅力，
这样的气质深深吸引着查尔斯。同样，玛利亚也感受到了查尔斯的真诚和正直。和那个受父母之命定下的未婚夫约翰对比，玛利亚敏锐的直觉就能辨别出他们之间的差距。宴会结束后，约翰为伯母如此青睐一个陌生人的举动感到不满。他不明白的是，伯母为何要去扶持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也不会为他投资。就在3天后，约翰的父亲满脸伤痕地找到公爵。这一次，他狮子大张口地向公爵索要1000英镑。面对如此大额的钱财，公爵果断拒绝了他。原来，约翰的父亲因为欠下了巨额赌债，债主们逼迫他，今日就是最后的期限。但无论自己如何求情，公爵依旧不愿意再帮助他。就在公爵的弟弟愤怒地下楼之时，他听见书房里传来嬉笑声，于是他凑近房门。与此同时，公爵夫人和查尔斯推门而出，看着嫂嫂和查尔斯亲密的举动，公爵的弟弟仿佛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他急忙找到约翰，将自己发现嫂嫂和查尔斯不寻常的接触一事告诉了他。他希望约翰能想去调查的生活作风问题，如果他们能证实查尔斯和公爵夫人之间存在着一丝不道德的关系的话，他们就可以获得公爵的信任，另外还能铲除查尔斯这个竞争隐患。约翰经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公爵夫人的贴身女仆。面对提供一次信息就会获得1个月工钱的巨大诱惑，女仆将公爵夫人的每日行程细细地告诉了约翰。除了调查公爵夫人和查尔斯的关系，约翰也没有闲着。短短1个月的时间，他便和安妮夫人的儿媳发展成了情人关系。可安妮夫人的儿子对此却一无所知。当他得知自己的父亲要联合公爵夫人为查尔斯投资棉花生意时，他也十分的不解，甚至有些嫉妒查尔斯这个来路不明的男人是如何获得父亲的信任的。眼看父亲和查尔斯亲密地吃着晚餐，饭后并在他的办公室密谈了3小时后，他更加的愤怒。他将这样的怒火发泄到母亲的身上。母亲安慰他，这只是他的父亲欣赏查尔斯的商业才华而已。一天，安妮夫人前去拜访公爵夫人，不想玛利亚在她的家里。当公爵夫人提出她想要去查尔斯的公司时，玛利亚找尽了理由，强烈要求2位长辈带上她前往。不一会，3位各怀心事的女人同时出现在查尔斯的面前。看着规模不小的新公司，玛利亚满是对查尔斯的称赞，而接下来查尔斯对商界的远见更是让3个女人刮目相看。正在此时，约翰的身影出现在查尔斯的办公室。原来那个背叛公爵夫人的仆人告知了约翰公爵夫人的行程，于是他也跟了过来，想见识一下这个如此受宠的年轻人到底拥有什么样的魅力。然而约翰的一番讥讽之词引起了未婚妻玛利亚极度的不满。约翰带着情绪来到公寓和安妮夫人的儿媳幽会，他希望从情人这里打听到关于查尔斯更多的底细。另一边的玛利亚试图说服他的母亲取消和约翰的婚约，因为在和约翰的相处中，他发现约翰虚伪狡诈，他不想将自己一生的幸福毁在这样的人身上。但母亲反驳着他，约翰即将继承公爵家的财产，一夜之间他的身份摇身一变会成为公爵夫人，这是很多女孩求而不得的机会。所谓的幸福都是建立在物质之上。他严厉地呵斥着女儿，日后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见过大世面的玛利亚并不想妥协，在和查尔斯越来越多的接触中，她发现自己已经深深爱上了这个年轻人，这样的感觉是在约翰身上从未感受过的。往后的日子，玛利亚毫不掩饰对约翰的厌恶。当玛利亚的母亲带着她来到公爵夫人家里谈论结婚一事后，玛利亚支开了母亲。这一次，她大胆说出了自己对查尔斯的爱意。If you see him, please tell him not to believe what he reads in the newspapers. And give him my love. 另一边的安妮夫人的儿媳发现自己的身体有了变化，就餐时她毫无胃口，甚至有些想要呕吐的感觉。可她被戴了绿帽的丈夫此时却和约翰站在了同一战线。为了打击报复查尔斯，他们联合起来毁掉了查尔斯这半年来所谈的最大订单。为此，查尔斯和安妮夫人的丈夫都损失惨重，为此他们还有可能被送上法庭。为了不牵连作为投资人的安妮夫人的丈夫，他果断撤销了外公投资人的身份，独自揽下不可预知的风险。愚蠢的约翰父亲在这个时候想要落井下石，他威胁自己的嫂嫂，如果不尽快让约翰继承家产的话，他会举报嫂嫂和查尔斯的生意往来，并将他和查尔斯暧昧的关系公诸于众。一天，一位不速之客出现在了安妮夫人家里，可不巧的是，安妮夫人并不在家。这位不速之客是26年前侍奉安妮夫人女儿待产的仆人，
他正在收拾房间的时候，发现了一封关于安妮夫人女儿未寄出的信件。安妮夫人的管家接待了他，管家给了对方一个地址，并建议他放下行李去找安妮夫人。可一转眼，这位也被约翰收买的管家却拿着那封信的手抄版内容交给了约翰。粗心的管家由于太过着急，他只复制了最后一页。约翰暴跳如雷，命令管家立即回去偷回原件。就在管家一路飞奔回去之时，那封信已经安全地送到了安妮夫人的手中。从只有一半的信件内容来看，约翰隐约才想到查尔斯极有可能就是公爵的外孙，因为在信中安妮夫人的女儿满是对贝勒西斯的想念。安妮夫人的丈夫为了调查幕后的陷害者，他整日奔波在外，寻找着各种线索。在遗报设计者那里，记者提到他的儿子多次找到他，想要散发关于查尔斯非法采购棉花的消息，但由于证据不足，他并没有答应他。安妮夫人的丈夫瞬间意识到了什么，儿子长期不满他对查尔斯的关心，这一切极有可能是自己的儿子所为。安妮夫人的丈夫将这样的线索无所顾忌地告诉了查尔斯，可善良的查尔斯处在危难之中，还在替着位老人和他儿子的感情着想。他不想因为自己的事导致他们父子感情不和。他拜托玛利亚带着他去安妮夫人家里，希望安妮夫人劝说丈夫不要追究他们儿子的责任。玛利亚的母亲看见女儿和查尔斯如此的亲密，她警告查尔斯不要破坏他和约翰的婚事。 Involved in what? I saw you come in together, so don't lie to me. I won't. I found her in Hatchard's. She was distressed, and so I brought her here. Mariah and I... Lady Mariah. Lady Mariah and I... Mr. Pope, there is no Lady Mariah and I. It is an absurd concept. My daughter is a jewel, as far above you as the stars. For your own sake, as much as for hers, forget her. If you have a shred of honor in you. 玛利亚母亲的固执让玛利亚感到失望。她坦言，直到母亲同意取消婚约前，她都不愿意再回到自己的家里。与此同时，安妮夫人丈夫的一位老友从前线退役回来找到她。在这位上尉口中，安妮夫人的丈夫得知自己的女儿当初和贝勒西斯找过他相识的一位牧师秘密在教堂里结了婚，但那位牧师后来改了姓，参军后战死了沙场。这意味着他的女儿和贝勒西斯已经有了婚姻的事实，而查尔斯也并不是一个私生子。与此同时，接下来的几天时间，玛利亚的母亲都来到安妮夫人家里。安妮夫人看着这个勇敢的女孩多了更多的好好感，而她的儿媳眼见孕肚日益明显，她想要约翰给她一个交代。约翰的一席话让她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Have you no feelings at all? Why would I have feelings? Because you are the father. What proof is there? You fell into bed with me easily enough. 约翰玩弄了她的感情，然而他并不是一个吃素的人。约翰离开后，她随手从桌面上拿走信件。回到家之时，书房里传来丈夫和公公激烈的争吵声。在证据面前，安妮夫人的儿子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摔门而出后，安妮夫人的儿媳把这份文件交到了公公的手里，并如实告诉了公公，这是从约翰家里偷出来的信件。当安妮夫人的丈夫看到文件内容后，他迫不及待将信件给了妻子。看着和自己手里原件一模一样的内容和熟悉的字迹，安妮夫人情不自禁想到了自己的仆人。女仆瞬间慌了神，在主人的质问下，她不得不坦白了一切。晚上，安妮夫人的儿媳也把自己怀有身孕的消息告诉了婆婆。安妮夫人并没有一丝波澜，想到儿媳嫁给儿子10年有余，也不曾怀过一次，她瞬间明白了这个孩子并不是自己的亲孙子。短暂的思考后，她没有责怪儿媳，只是告诉她，她会将郊区的一处庄园送给她和儿子，让这个孩子在那里诞生。当安妮夫人的儿子得知妻子有孕时，他感觉自己被全世界背叛，眼见自己的阴谋即将曝光，约翰不得不使出最后一招，他写信约出了查尔斯。在千钧一发之际，安妮夫人的丈夫得知了消息，他带着他的儿子也赶了过来。当他发现查尔斯落水后，
他不顾年迈的身体，毫不犹豫跳进了护城河，想要救上来外孙。可他的体力无法支撑他救上查尔斯。看着父亲在水里垂死挣扎，安妮夫人的儿子想要去营救父亲，却被约翰拦了下来。如果河里的2人因此死去，他们2人都会理所当然地继承到家产，这正是他们努力想要的结果。可安妮夫人的儿子经过苦苦挣扎后，他战胜了恶魔。他选择跳下护城河，将父亲和查尔斯双双救了起来。当所有真相浮出水面，安妮夫人一家带着所有证据，以及当初主持女儿和贝勒西斯婚礼的牧师之子，和公爵一家见了面。查尔斯正式被定为了公爵继承人，而狼狈的约翰和他的父亲被公爵的一纸文书断绝了他们之间的所有关系。约翰像一只无头的苍蝇，终日隐藏在大街小巷。影片最后，查尔斯和玛利亚有情人终成眷属，